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当人们说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时，他们意味着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在站立、坐着、躺着、说话的时候都要遵守一定的规矩。这些规矩不是为了凌驾于他人，而是建立在友善的基础之上。相反，没有修养的人往往表现得毫不拘束，无法引起他人的尊重。一个人的姿势可以反映出他的修养水平，即使不说一句话，人们也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。言行举止都源于内心，总有人在你身边细心观察，有时候一瞬间就能洞悉你的品格。有良好人生修养的人通常会以得体的姿态示人，这些细节常常赢得他人的赞誉。他们善待他人，也善待自己，因此与人相处更加和蔼可亲。这些优雅的动作逐渐成为他们的习惯，使他们的生活更具优雅品味。虽然衣着整洁光鲜可以吸引人们的目光，但只有一些有修养的行为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称赞。例如，当你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坐得端正，无论旁边的人如何，都显示出你的修养。在某个公共场所，如果你及时制止了孩子的喧闹，学会了与孩子轻声交流，也会给人留下良好印象。有一次，一个孩子问我在社会中如何识别活雷锋。他才6岁，对这个问题一筹莫展。我建议带他去广场，看看是否能找到。我们去了一个附近的小广场，那里有很多老人跳广场舞，还有孩子在玩耍。我问孩子，看到什么了吗？他说，很热闹，但没有发现有好人好事。我指着一个轮椅，告诉他观察那里。孩子顺着我的指示看去，发现一个年轻人用脚轻轻踩住一位老爷爷的轮椅，确保他不会滚动。其实，在这个小广场上，有很多活雷锋，如有孩子跌倒，总有人去扶一把；有人行走匆忙，后面的人不催促；跳广场舞的人脱下外套，随意放在一边，不担心被偷走。有修养的人可能不会引人注目，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的细节举止感人至深，值得敬佩，让人竖起大拇指。姿势高低折射出一个人的修养水平。曾国藩曾说，事不可以尽，福不可享尽，便宜不可占尽，聪明不可用尽。通常，那些姿态谦卑的人往往修养更好。与其言语咄咄逼人，行事高高在上，这种表面上的威风凛凛，实际上反映出缺乏修养。这些人通常会受到轻视。有修养的人通常保持谦卑的态度，即使自己比别人强大，也不会指责别人，而是发现别人的长处并从中学习。对于有经验的老人，他们会尊重并视之为导师，与之交往时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态度。我曾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，地点是一个夜宵摊。当夜幕降临，地方变得拥挤繁忙，很多摊点都需要多次催促才能获得点餐。在大家享受饮酒和交谈时，一名服务员不小心将一碗面条倒在了我的朋友阿庆身上。这本来可能会引发争执，但阿庆站起来说，慢一点，这里人多。然后他亲自去水龙头冲洗自己，回到桌边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甚至服务员也被这种反应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往往习惯于被责骂，而不习惯于被原谅。人人生来平等，为什么要对待服务员低人一等呢？有修养的人没有高低贵贱的思维，他们总是与他人保持同等或更低的姿态，让他人感到舒适。缺乏修养的人，每一个姿势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在公共场所露出脚丫，甚至不在意是否有异味，嗑瓜子时随意乱丢瓜子壳，大声喧哗，不考虑是否干扰到他人。即使他人提醒，他们也可能对提醒者发火。
缺乏修养的人常常让他人感到不快，干扰到他人，甚至不自知自己的过失。他们坚持以自我为中心，姿势常常令人不悦，甚至让人作呕。人际关系是相互的，为什么总要让他人迁就你，而你却不肯退让？事实上，懂得谦卑的人才显得更高尚，他们愿意主动让步，创造更宽容的社会环境。例如，对待长辈时能够恭敬地跪着，会让你显得更加崇高；与晚辈亲切交谈，会让你显得慈悲。提高修养并不是难事，只要坚持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，便已成功了一大半。好的修养常常表现在一些微小之处，如微笑、点头、遵守交通规则、保持冷静。这些行为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，但却能让你的姿势更加令人欣赏。愿你的一言一行都能彰显出修养，远离自以为是。